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带大家看一条我个人非常推荐的湾区爬坡骑行路线。这次的起点是 Sam McDowell Park， 终点是 Russian Ridge Preserve Parking。整条路线全长大约9英里，也就是13公里。虽然距离不算特别长，但它的挑战性非常高。因为这条路线的爬升累计达到1926英尺，也就是接近600米。对于喜欢爬坡训练的朋友来说，这绝对是一条非常经典的路线。从地图上可以看到，前半段路线整体比较平缓，非常适合作为热身阶段。你可以先把节奏慢慢带起来，让腿部和心肺逐步进入状态。但真正的挑战是从中后段开始，这里可以明显看到路线出现了很多连续弯道，这通常意味着道路开始进入持续爬坡阶段。这一段的体感爬坡会明显提升，很多地方大概率会来到6%到9%左右。因为你骑的是公路车，这里建议一定要控制节奏，千万不要在前面用力过猛，否则后半段容易抱腿。个人建议保持踏频大约80左右，用比较轻的齿比慢慢往上推，这样整条骑行来会舒服很多。除了爬坡挑战，这条路线最大的亮点就是风景。整个路线穿越的是湾区非常经典的山林开放空间，一路上经过森林、山谷以及开阔山脊地带，特别是接近 Russian Ridge 的时候，视野会突然打开，那种从森林中骑出来，看到整片山景的感觉真的非常棒。今天天气挺好，所以阳光透过树林拍出来特别有氛围感，非常适合做骑行 vlog。 整体来说，我把这条路线定义为一条中高强度的经典山地爬行训练路线。如果你最近正在准备提升自己的爬坡能力，或者想找一条湾区周末值得挑战的路线，这条路线非常推荐。好了，今天这条路线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也骑过这条路线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骑行体验。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湾区本周要闻。进入2026年，我们似乎没有迎来预期中的平稳，反而进入了一个被称为千禧时代的巨变期。最近的各种数据和新闻读起来让人感到阵阵寒意，从硅谷的裁员潮，到全球航空系统的突然熄火，再到我们每个人口袋里钱的购买力，似乎一切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动摇。今天我们结合最新的多项深度报道，为大家拆解当前最新值得关注的5件大事。这不仅是新闻，更是我们每个人在未来几年必须面对的生存指南。第一部分，裁员潮下的清洗时代。首先，我们必须谈谈最近让所有职场人焦虑的大清洗。根据最新报道，美国正进入大规模裁员时代。Snap 宣布裁员16%， Block 裁员比例竟然高达40%。
甲骨文和亚马逊也在同步进行。更可怕的是，现在的裁员逻辑变了。过去裁员是公司经营不善的标志，而现在大刀阔斧的裁员被视为果敢的财务优化。报道显示 ，Blog 的宣布裁员后，股价不跌反涨。企业高管们开始认为，庞大的团队不是进步，而是拖累。虽然 AI 目前还没能完全取代人类，但它为企业精简人员提供了完美的庇护。现在的职场现状是，30岁以下拥有本科学历的年轻人，失业率已经超过了持有学士学位的人。高学历的工作保障溢价正在消失。第二部分，航空危机和昂贵的机票。如果你近期有出行计划，那接下来的消息可能让你头痛。由于中东局势升级，霍尔木兹海峡受阻，全球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能源危机。国际航空油价直接翻番，从每桶不到100美元飙升至209美元。这导致的结果就是航班说没就没，西安、重庆、烟台飞往曼谷和普吉岛的航线大量取消，杭州飞往奥克兰的航线取消率高达 57.1%。 更糟的是，即使能飞，你也得支付更高的成本。全美4大航空达美、美联航、美国航空、西南航空已经集体将托运涨到了50到55美元。达美航空甚至规定，第3件行李的费用高达200美元。专家警告，即便局势缓解，炼油能力的破坏也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恢复，高票价将成为常态。第3部分，加州神话的终结。长期以来，加州被视为高科技和财富的代名词，但现在这个神话正在破灭。根据查基曼大学的报告，由于住房可负担性低，加上全美倒数第3的商业税环境，加州正在失去科技中心的地位。2021年到2023年间，有超过100万人搬离加州，直接流向了德州、佛州和内华达州等低税州。现在，旧金山的商业不动产空置率竟然高达40%左右。与此同时，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、佛州的坦珀等城市兴起，人们正在追随工作机会和更便宜的房子，离开这个曾经的梦想之地。第4部分，入境美国的新红线。对于华人来说，近期入境美国的安全问题必须高度重视。外交部和中国驻美领馆已经发出明显提醒，尽量避开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。近期，多名持合法签证的中国学者再次遭遇恶意盘查，甚至遣返。报道中提到，有人因为党员身份在入境时被追问，最终导致10年签证被吊销并原机返还。西雅图机场已成为遣返航班的重要集中地，仅2025年就超过200架相关航班。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密歇根大学一名中国研究员在执行执法人员带敌意的约谈后，是不幸坠楼身亡。现在入境不仅检查你的签证，还涉及社交媒体信息、公司背景，甚至多年前的申请细节。第5部分，通胀下的生存博弈。最后回到我们的一日三餐，通胀卷土重来，全年通胀率推高至 3.3%， 高油价单月暴涨 21%。 为了应对物价，加州出台了 AB 1228法案，将快餐店最低时薪强行推到$20，但这产生了一个尴尬的蝴蝶效应。麦当劳等商家为了抵消成本，加速用机器人取代收银员。表面上时薪涨了，但很多工人的加班费被取消，实际领回家的工资反而缩水了。与此同时，旧金山的福利政策也引发争议。报道发现，当地一些庇护所为了无证移民提供激进的医疗服务，甚至包括由公共资金支持的变性手术和激素治疗。这种福利洼地现象正吸引更多特定群体涌入，进一步复杂化了当地的社会结构。我们来到结束语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2026年，美利坚的人口结构也在悄然改变。最新的普查显示，虽然史密斯仍是第一大姓，但张、刘、王等亚洲姓氏也成为增长最快的群体。从职场清洗到全球能源危机，从区域经济转型到严苛的人员流动管制，我们正站在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。在这个时代，信息就是最有效的防御。谢谢您收看本期视频。生活在当下的你，是否也感受到了这些变化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省钱攻略。别忘了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